我在第9支影片提过电影院失火理论，当时我们聊的是流动性幻觉，当所有人想挤出那个狭窄的出口时，踩踏就会发生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失火的不是电影院，而是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氧气呢？这里说的氧气，就是美元。巴菲特在2年前曾留下一个震撼弹，他说美元是一场灾难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全球最强的货币会是灾难？但在2026年的今天，当通膨再次反扑，这个预言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ETF 的地基。你可能觉得最近 ETF 没跌多少，甚至还在震荡反弹，但这就是最危险的陷阱。当美元购买力像冰块一样融化，你手上的资产数字看起来没变，但能换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。这已经不是流动性踩踏，这是财富缩水的无声战争。为什么之前的防御策略在2026年好像失灵了？因为大多数人只防御了股价，却忽略了货币。如果你看不懂美元这场灾难，你可能赢了股市，却赔掉了整个人生。今天的深度解析，我要带你重回巴菲特的视角，拆解2026年最新的宏观数据，告诉你为什么现在的震荡只是前菜，以及你该如何调整配置，避开这场货币灾难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1970年代拥有1万美金，那是一笔可以买下一栋房子的巨款。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同样的1万美金，可能连买台二手机车都要考虑。这就是巴菲特最恐惧的事，他称之为隐形税收。很多人看 ETF 只看点数，你可能觉得今年涨了10%很开心，但在2026年通膨失控的环境下，生活成本可能涨了15%。你的资产数字确实增加了，但你换取实质生活品质的能力却缩水了。巴菲特说美元是灾难，指的就是这种购买力的负增长。巴菲特曾在致股东信中提到，投资的本质是为了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购买力，而不仅仅是更多的钱。如果货币本身正在腐蚀，那么你持有的 ETF 涨幅其实只是在补贴货币的价值流失而已。回到我们第9支影片提到的电影院理论，如果电影院失火了，大家想逃，但现在的情况更诡异，电影院没失火，但电影票价却因为货币贬值疯狂飙涨。留在座位上的你，以为资产增值了，其实只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变贵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选择在高位撤退。他看见了2026年宏观的裂缝。当大众还在为数字增加欢呼时，他已经在防备那场即将到来的购买力雪崩。进入2026年，市场上最大的谜团不是哪只股票会涨，而是为什么股神巴菲特在2025年底手上的现金储备冲破了3000亿美金，这相当于他卖掉了近1/4的持股，宁可换成一堆正在贬值的纸钞。很多人以为他在等股灾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个美国债务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惊人的境界。巴菲特看透了，当政府只能靠印更多钞票来还旧债时，这场信用游戏就快玩不下去了。巴菲特不是不爱股票，而是他发现现在的 ETF 市场就像一个水位过高且地基不稳的水缸。当最大的买盘开始收手撤退，并把子弹换成最安全的短期国库券时，他其实是在为美元灾难后的重新定价做准备。记住这句话，在美元灾难的初期，现金是垃圾，但在灾难爆发后的踩踏现场，现金就是选择权。巴菲特深知，当大家都深陷在第9支影片说的流动性幻觉中时，唯有握着纯粹购买力的人，才能在废墟中捡到便宜。当2026年的利息支出开始吃掉政府预算，通膨又按不下去时，美元的灾难就从缓慢腐蚀变成了集体逃离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波 ETF 的震荡，连最资深的防御专家都感到头痛的原因。为什么我说现在是双重收割？因为大多数人只防备了一把剪刀。在之前影片中，我们防的是股市崩溃，但在2026年，另一把剪刀
汇率正悄悄从背后减掉你的获利。这就是巴菲特所说的货币灾难。让我们算一笔账。假设你买入美股 ETF 赚了10%，你觉得自己赢了。但如果这段时间美元对台币从32跌到29，跌幅也是10%。当你把钱换回台币时，你的实质获利竟然是0。你承担了股市的风险，最后却只是帮银行打工。那台股的 ETF 呢？当美元出现巴菲特所说的灾难性波动时，外资为了避险，会第一时间把台股当成提款机。即便台股企业获利再好，只要汇率移动，外资的集体踩踏就会发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0050或高股息 ETF 最近涨不动的原因。很多人在2026年贪图那8%或10%的配息，却忽略了汇率可能在1个月内就吃掉你1整年的利息。这就是典型的赚了利息，赔了汇差。在美元灾难的宏观背景下，这种收割是无声无息的。这种双重收割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你的券商 App 可能还显示绿色的获利，但你的实质购买力已经被汇率陷阱吸干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拆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，传统的防御策略反而会让你受伤更重。有人看完我第10支影片后，开始建立防御部位，但为什么到了2026年，这些盾牌好像挡不住了？因为我们防的是市场波动的小线，但现在从背后烧过来的是通膨反扑的烈火。当敌人从股市变成了货币，旧的防御逻辑就会彻底失效。传统的防御大师会叫你买债券或留现金，但在2026年美元灾难的背景下，这2样东西反而最危险。因为债券最怕通膨，而现金最怕贬值。当物价以每年3%以上的速度失控时，你的安全资产其实正在每天缩水。这就是巴菲特为什么宁可持有现金等待，也不愿乱买债券的原因。你有没有感觉，2026年你必须跑得比以前更快，才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准？这就是通膨税。如果你只会被动防御，你就像在倒退的跑步机上原地踏步。你的 ETF 殖利率如果是5%，但通膨加汇损也是5%，那你的防御其实是在慢性自杀。为什么巴菲特说美元是灾难？因为当货币信用动摇，资产价格会因为通膨而虚涨，但你的实际购买力却会被压碎。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单纯的分散投资已经不够了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盾牌，而是能跟着通膨一起长大的肌肉。所以，别再纠结于为什么之前的招式没效。2026年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写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巴菲特留给散户的真正逃生门，如何在货币灾难中重新配置你的资产，实现真正的反脆弱。面对美元灾难，巴菲特留给散户的逃生门，其实一直写在他的投资准则里。这扇门的名字叫做定价权。当货币贬值时，只有那些能把上涨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的企业，才能在通膨的废墟中活下来。检查你的 ETF 持股，如果里面大多是毛利微薄、靠量取胜的代工企业，那他们就是通膨的受害者。巴菲特为什么抱着可口可乐或苹果不放？因为无论美元怎么贬值，人们还是需要喝可乐、用手机。这类企业的 ETF 才是2026年真正的避难所。再来，重新定义你的防御部位。在美元灾难期，传统债券是毒药，但挂钩通膨的实质资产则是解药。别再执着于第10支影片说的死守现金债券，适度配置具有抗通膨属性的标的，才能让你的资产在汇率地震中保持平衡。最后，学习巴菲特的极致耐心。他现在握有3000亿现金，不是因为他怕了，而是他在等。他在等这场美元灾难把那些流动性幻觉彻底粉碎后，用最便宜的价格收购那些拥有定价权的伟大企业。真正的反脆弱，不是祈求灾难不要发生，而是在灾难发生时，你已经做好了承接财富重分配的准备。这就是2026年
我们在 ETF 投资路上必须升级的最强逻辑。回到我们开头说的电影院理论，当氧气不足、地基动摇时，疯狂挤向出口的人往往受伤最重。巴菲特教我们的是，与其在恐慌中踩踏，不如提前准备好自己的氧气瓶。当你拥有具备定价权的资产，这场美元灾难反而会是你财富重分配的最佳时机。2026年是一个分水岭。我想问问荧幕前的你，如果美元购买力真的持续缩水，你现在手上的 ETF 配置是让你感到安心，还是让你夜不能眠？你觉得现在是该学习巴菲特，握紧现金等待，还是该换成实质资产抗通膨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帮到另一个正在迷茫的投资人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帮你厘清了宏观的迷雾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我是原动力，看懂规律，才能掌握财富。我们下期见。